人到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天，红尘似水。欢迎您进入惊悚直播游戏《极乐地狱》，已检测到专属邀请函，已自动下载手机 APP， 正在为您注册专属玩家账号。接下来您有1分钟的提问解答时间。警告！严重警告！中转空间禁止吸烟，吸烟有害健康，已为您替换物品。不是，我又没有乱丢，你们邀请我来的时候也没说这禁止吸烟啊。温馨提示，您的提问时间还剩40秒。好吧，第一个问题，给我邀请函的是谁？又为什么选中我？要知道明明1天前我还在精神病院里待着。我还是建议您住院养生养心，保持情绪稳定。不过我看您养生还是做得很好的，就是把烟也戒了就更好了。鹤鸣山原道观地皮即将拍卖，5年前被烧毁的道观将动土改造，现副市长原道观大弟子张纯莲亲自主持，或将拍出上亿高价。姓张的这个王八蛋想钱想疯了吧？又上亿！医生，我要先出去静静。我连话费都交不起了，哪里有钱把道观赎回来？祖师爷，你显显灵，救救您悲惨的弟子吧！什么东西砸我脸了？金豹想要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吗？财富、寿命、地位、权势，你想拥有的存在皆可兑换。极乐地狱欢迎您的加入，快来参加新主播面试吧！不是有很想要的东西吗？智让，好重的邪气！怕什么？去试试。这是张极乐地狱实习主播邀请函。邀请函发放者全部为高层干部，系统无权筛选审核。至于选中原因，我去，别太过分了！我生平往事，甚至连浏览器记录都被你们翻出来了，快给我关了！被选中是因为您现在没钱，无家可归，因为一些事向祖师爷借了3亿功德，需要除祟解冤来还债。但和平年代邪祟难抓，你又法脉碎裂，不能再使用法术。前几天师兄还被信弃意要把道观拍卖，而我需要一大笔钱买回它。别念了，您老就直接告诉我怎么赚钱，还有货币和现实的汇率。玩家可以通过游戏赚取乐园币，海选人气前3可成为签约主播，拥有观众打赏、直播流量等收入。1乐园币可兑换10克纯金。纯金？今天金价多少？黄金每克590元。那1乐园币是10克金，也就是5900。还有这种能还钱又能怀功德的好差事。提问时间结束，是否开始游戏？等等，我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我的保温杯能送进来吗？我刚泡上的枸杞。可以，但未签约主播无法将它放进背包中，很有可能影响行动。没关系，它不是累赘。那就开始游戏。认证成功，玩家账号已注册完成。游戏 ID 眼蓝可更改，性别女，年龄23，头衔实习生，我愿称为食物链最低端。技能卡可通过完成任务获得。正在随机抽取游戏副本，抽取完成。本次副本为多人竞技模式，乐园怪谈九龙记。温馨提示：游戏内所有伤害真实，任务进度以及其他功能可在手机 APP 内查看。人类玩家，祝你直播愉快。手机没信号了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好害怕，这是哪啊？真的是吵到脑子了。这里加上我一共来了9个人，这人应该是睡觉的时候被扯进来的。皇上，这是我们医院的病服，你是几房几床的病人？这人是那个医院的医生。各位人类玩家，欢迎来到极乐地狱第3赛季第9期实习主播海选本。当前直播本为2星死亡本，乐园怪谈九龙记。死亡本判断标准：玩家存活率低于10%，新人低于5%。海选前3将成为签约主播，排名由乐园币数目决定。乐园币可通过观众打赏、
获得道具、完成任务等方式获得。主线任务死亡本自动解锁。2月2，龙抬头，3更爆竹焰龙宫，请各位玩家努力延长自己的存活时间，避免成为爆竹祭品。他说的爆竹会是啥？这蛇眼里有个30分钟的倒计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才不要参加什么副本！警告：玩家不可强行摘除计时器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警告玩家！我去你妈的！老子才不信你们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请各位玩家引以为戒，遵守游戏规则。现宣布延时规则：第1条，每推动一次背景任务进度，可加时20分钟。第2条，拿到龙抬头祭典相关物品，可加时20分钟。第3条，间接杀死其他玩家，可加时30分钟。游戏开始。人道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天，红尘似水。我去，死亡2星副本给新人，这届新人很强嘛，分配到的等级这么高。镜头呢？转一下，让我们看看其他玩家的表情。哎呦，他们要被吓死了，哈哈哈！刚刚几秒不到，系统因为违规就抹杀了一个人，就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看来要完全吃透规则，至少明面上要完全遵守。救命嘛！我怕蛇，我为什么会到这？还能为什么？肯定是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进到这里的人至少要拜神求佛或者祭祀过其他诡异的存在。可惜我们解答的弹幕他们也看不到。别怕宝宝，我们当它不存在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惊悚游戏见情侣才是最可笑的，保佑只活一个。此时系统已经告知在场所有人，现在手环上的倒计时就是他们剩下的生存时间，一共只有半个小时。想要增加时长，除了做任务就是自相残杀，而一个同类的命能延长半小时。系统这么告知后，剩下的几人应该很难组成真正的同盟。怎么这时候突然发作了？法脉断裂后，这发病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。那个生病不要情绪太激动，我有2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，我可以帮你。这时的眼兰终于从病痛中缓了过来，一只手捂住了蛇的眼睛，这个动作吓周围人一跳。要知道，刚刚的男人就是乱动手环上的蛇才死的。看什么看？你当倒计时就要禁止？眼睛乱瞄小姑娘是什么意思啊？来耍流氓的吗？你刚刚是想说什么吗？没什么。眼兰喝口茶的功夫注意到了岔路上的指示牌，刚刚系统说这里是个诅咒乐园，还跟龙抬头有关，想着进控制终端看看副本具体信息。他疯了，这么危机的关头还离开人群慢悠悠的散步，这病的难道真是脑子？他要完了，我记得这个本很多黑蛇的，到处走很危险。有条蛇过来了，怕是要咬了。现在你脑子是不是有坑啊？小心有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要是激怒了这群蛇，我们都要完蛋。找死不要拖上我们。等等，能死吗？能死。怕你了？怕什么？规则只是说不让随便去摘自己的倒计时，又没说不能够损毁别人的倒计时。这就是一条蛇而已。如果真的倒计时清零，那都是命。只见眼兰已经开始转身往九龙游乐园只是飙走，其他人虽然害怕，但也只能跟上。眼兰边走边用控制面板继续分析资料。九龙游乐园是一个龙宫主题的废弃乐园，建在水库之下。乐园的习俗是在2月2的时候会举办庆典，并放烟花庆祝。后面这个活动慢慢衰败了，逐渐废弃，只有些探险的主播会来访问。而就在2020年的龙抬头时，有一批主播来了后就失联了。相关部门找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精神失常，只会盯着水面说他们在看。本次背景相关任务，探究九龙记怪谈真相完成率0%。这个探索里面的真相，半个小时肯定不够用。延长时间的手段，最有效的还是间接杀死玩家了。但估计系统用词，如果是直接导致，应该会有惩罚。眼兰希望这群人不要犯傻内讧，如果把场面弄得太血腥，他怕控制不住上头犯病。那个，这位鄙人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你手中的舌头可以用这个装。那就谢谢了。
没想到就在他装蛇头时候，被手环上的蛇碰到了。突然间，手环上的倒计时慢了2秒。恭喜您获得增时的蛇头1，道具资料已发放至 APP。增时6番了，这什么运气？得意什么？还没看属性，只增加几秒有个屁用！乐极生悲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带了医用酒精湿巾，可以擦手。那就谢谢了。不过我们认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野兰，淤泥沼泽岩，山间大雾兰。我叫方树，方阵的方，手术的术。现在我们认识了。这俩字我一个倒是可太熟了啊！好名字，只有半个舌头，当做给你的回礼了。眼兰此时猜到，被杀死者的倒计时能够以黑蛇吞并的方式分时时间，但具体能分时多少，眼兰还拿不准。我接个东西的功夫，他怎么做到瞬间移开了那么一大段距离？这不是普通走路，应该是步法吧？我得先瞅瞅那个副本货的道具到底值多少。除了能给玩家增一次时间，这道具出了副本就要低1乐园币，也就是6000块，这差的也太多了。野兰，你看前面，我们快到了。这里面好黑啊！这里好多珊瑚，看来这个游乐园早就关闭了电闸。人道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艳红尘丝。这电箱你怎么找到的？梅花易数。你是说算出来的？对啊。那工具箱也是这么找到的？是的，距离不远。你还会修电路？我还会引雷呢。那么高你怎么拿到工具箱的？当然是御剑飞行了。看他这便秘的表情，应该是心里坐实了我精神病的身份，已不会再想等回了医院一定要看看这人的诊断书，以及认定我是重度幻想症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话多。这电落好了。怎么胆子这么小？这牌匾写的龙宫，我之前看过科普视频，说龙宫殿才是祭典的地方，是这里不？应该不是，龙宫殿应该在水库之上，也就是这龙宫的上面。这里已经完全荒废，正常的隧道出入口都锁了，这个途径别想走人。他什么时候过去看地图了？跟舜一样。我画出的路线是最省时的3个游玩点，从龙宫这个出始点到博物馆或者到前有索道，你们可以拍照，到时候做任务可以按着这地图走。提醒一句，龙神香案我要去，其他人不要和我撞的地方。你说这个龙宫通往龙殿的通道锁了就锁了，怕是想支开我们自己偷摸去吧？别以为自己传个病号服大家就要让着你。这个副本5%的存活率，你要是觉得近道可以就自己走吧。这个隧道口已经被灰雾堵死的，谁也不知道里面是啥。野兰画的这路线都是无障碍通道，最短的线路，这种最短路线的问题小学应该学过吧？你在阴阳我蠢，医生了不起啊！一群人听个有病的女人说的话，你个大男人还讨好她，真丢人。怎么扯到男女上面了？我这2年静心养生，不喜欢动粗，但如果你很蠢，我不介意帮你把脑子挖出来塞进食道，或许你的胃更适合思考。不让你们跟我一条道，是因为你们抢不过我，会死，懂了吗？这才听话。下面的话我只说一遍，明天就是龙抬头的日子，从23点到1点13更天，就是当时探险团受害的时间段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半个钟头的生存时间，即使靠杀人或者完成任务撑过了以后，也撑不过龙宫里未知生物的攻击。所以我们合作，收集完祭奠的物品往水库上走，赌一回龙神祭典。要收集什么物品？纸钱以及爆竹、檀香、祭品，这些都是祭典必备。尽量去找相似的物品，像是骨头、人皮、鱼皮都有可能。总之，以系统提示为准。手机没信号，无法联系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拿好自己该拿的任务物品。只要不贪心，大概率能活。你们2组记好自己的路线，不想死就加快脚步吧。你不该跟着我，容易出事。这地方在哪都容易出事，我会管好自己。薄荷糖吃不会感觉好点，
这人进个副本怎么什么都有？不过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路线？为了看法师记录，这东西一般都在香暗处。我以为九龙游乐园供奉的龙神香爱是9尊龙神，原来只有1尊。来都来了，还是要拜一下的好，惊扰了。神像已经盖上红布，看不见。而且这地方不对劲，你要是心中有求又拜了邪神，可能会丧命。这个香炉会是任务物品吗？没有提示音。野兰，你发现了什么吗？这旁边有个黑柜子，上面好像贴了什么。震碎符。这东西不能乱碰吧？这柜子还有法器经书跟2本法师黄册。好东西啊，里面都是。这游戏真是公平，看来今天我是非劫不可了。你要做什么？野兰，这柜子把人吞进去，完全打不开了，我还没看到它变利呢。妈的，还真被拉进眼里来了。要知道，眼这是种邪祟制造出来的区域，能困住猎物，并强化自身。眼兰此时闻到面前浓重的血腥味，开始思索眼的破除方式。逃离一眼，除了在领域没形成前跑掉，还能通过各种方式让造眼的邪祟主动解除领域。但这都不是我的作风，我可是习惯直接用法术或者符箓把这层领域直接撕烂。只见眼兰收起他刚刚揭开的震碎符，嘴里小声念道：要不是我反败断裂了，这张破符谁稀罕？随手一画也比这个强。哦，原来是用的人皮、人骨和脂肪做的柜子，难怪这么难闻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，敢把眼藏在放科1到7的柜子里。要不猜猜看，你后面有谁？人到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艳红尘丝。来新的装饰品了，这白白嫩嫩的身体应该挂起来很好看吧？只可惜你这窝算盘打错了人。是吗？妈的，怎么看不见了？刚进来就瞅见红皮贵女砍人，马上 KO 了，灯怎么就灭了？好奇，那保温杯是他的本体吗？打架都不忘护着。给我消停点，你现在很吵。不过你这武器很不错嘛，实在深得我意。这骨斧怎么跟手腕长一起了？哈哈哈，猝不及防，直接把贵女 CPU 干烧了。这哪是精神病，这是真眼旺吧？只见贵女这时居然将手臂反向折叠，用诡异弧度甩着骨斧再次砍来。姐姐，你这口臭有点子严重，建议喝点菊花茶，败火消肿。说完捏住贵女手腕，呵一声把握着骨斧的右手给卸了下来。不过还是谢谢你送我的武器，我很喜欢。接下来要请你带我出去了。只见眼兰将斧子用力一扔，砍向柜子出现裂缝，给你开好路了，加油！别追了，你这只九头虫，我又不是掀你红盖头的那个。我麻了，从一开始的期待血腥到现在希望爱的绕圈圈结束。我生前也是学医的，敢问现在做科室的医生发际线都这么低，运动都这么好了吗？方树听到柜子的声响转过头来，野兰你没事吧？你要不看看咱俩，现在谁更像有事的？哦，他刚刚才醒过来，动作没那么快，就是长得吓人。我去。你怎么还不消停呢？这时眼兰拔出头部的桃木簪子，直接扔了过去。这斧头不错，还挺顺手，适合屠龙。你哪里弄的把斧头？找别人借的，他同意了。哪里有别人？这里除了我俩，其他都是怪物啊！接下来你负责把龙引过来，交给我。不过我的保温杯你可要保护好，它不能磕着了，这可是我命根子。这时眼兰看了眼手环上的倒计时，生存时间还剩5分钟，咱俩可得速战速决了。只见龙飞在空中，
看着眼篮兜上露出来的红绳，竟然眼珠子抖了一瞬。难不成你在拍这个？那你还挺有眼光的，这是法器中的极品，我受禄那天师爷送我的，已经快10年了，不过好久没用了。别怕，我很温柔。贵女是什么破等级？她的骨符怎么可能砍得动龙鳞？观众们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兰只是手按骨柄上退煞的5滴钱，凝神聚力将能量往府刃回去。果然这么多年没香火没贡品，即使是龙胎的力量也没剩多少，还不跑吗？终于走了。他这时瞥见了眼兰手上狰狞的血丝，这是功德家，不是只有修行人才有，而且必须是亏欠了极大功德、罪大恶极的修行者才有可能。他难道真的是道家传承人？但道门浩荡，是现在正统派系，一般都是赚功德的，怎么会欠这么多，还遭受天罚？一旁的眼兰则来到古女身边感慨：还是养生好啊，年纪大了就要尽量避免和别人打架斗法，你说是不是？眼兰意识到他被雷击木电的无法说话，于是拔掉他身上的簪子。等会儿怎么能跑呢？别害怕，我只是想要问你个问题，不会伤害你，你只要回答就好。你有什么冤吗？你说啥玩意？我其实是个好人，而且特别喜欢做好事攒功德，尤其是免费为悲惨邪祟解冤什么的。在我们那边的世界，我这种人都会被称为圣母的。兰姐，我从柜子里找到本法师记录，上面说这里曾经做过一次法事，是去除一个女逃犯的煞气。具体内容是什么？那个女逃犯是个哥特风家具设计师，非常喜欢骨感氛围，杀了好几个人做成家具，后来在游乐园被当场击毙，罪孽深重不入轮回。这女逃犯是不是就说的她？没错，就是她。生前罪重，死后躲法躲到这儿。这位小姐，你很聪明啊，但可惜你碰到的是我，太上敕令，抽辱孤魂。恭喜您彻底杀死邪祟凤嫔贵女，获得攻击型武器布满怨气的骨符。从来没有人能彻底杀死贵女，这下来刷新点都说不出贵女了。系统提醒：存活倒计时还有2分钟。人道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提示编剧。兰花惊艳红尘丝。恭喜您获得贵女的骨符，请打开背包查看具体信息。于是眼兰这时点开终端查看起信息，这备注是会阴阳的，鬼都没了，当然只能默许了。兰姐，给你。你叫我什么？我不可以直接叫兰姐吗？我看你刚刚用的那些招数都是修道人士用的，之前有些人在道观修行过，记得道士不喜欢被问年龄，你又那么厉害，所以这么叫的。随你。那条9头黑龙不能杀死吗？杀死？你太瞧得起我了，我根本打不过他。那不是普通邪祟，是收了香火供奉的半尊邪神，只能化杀不能除祟。那你刚当是炸他的。那条龙再坚持2分钟，玩的就是我，主要比的是一个气场。你当时看到那个符了吧？你揭开的那个看到了。其实这个游戏的正常操作应该是2人或多人搭配，一人进柜前把黄符交给另外的人，在9头龙苏醒前贴上黄符，拖延时间，拿到法事记录就撤退。像我刚刚那样把你留在外面，是因为我不打算使用震碎符，它还有其他用处。我是不是该夸你节俭？谢谢赞美，勤俭节约只是我的美德之一，卖队友也只是正常操作，怕就离我远点。系统提醒：倒计时还剩1分钟。你刚刚在我进柜子里的时候被咬伤了吧？虽然就被龙牙齿碰到了，但还蛮成的。这本龙神记法事记录你拿着。恭喜您获得关键线索祭典法事档案，获得奖励倒计时20分钟。背景相关任务：探究九龙记怪谈真相，完成率20%。倒计时还剩20分29秒。那你怎么办？谢谢关心，但不需要。
恭喜您获得龙抬头祭典相关物品，已奖励倒计时20分钟。这是神像吗？你觉得呢？兰姐，你之前没提这件祭典最重要的东西，后来又选择龙神相爱，是因为其他人根本拿不到，只能你来吧？表现的洒荡无情，出口警告他们别来凑热闹，也是为了自己来应对最危险的地方。你话多，你有理，行了吧？把手上的法事记录给我看看。游戏提示：玩家沈夏日已死亡。游戏提示：玩家樊明湖已死亡。看来还有一个。游戏提示：玩家尹廷伦已死亡。恭喜愚蠢的人类玩家在第1阶段取得辉煌战绩。你们看，我拿到第2个金苹果了。文姐，这个金苹果给你，我去拿第3个。不了，你先拿着第2个补充时间。别推辞了，我是学舞蹈的，平衡感、灵活性比你俩都好，自然要我上，互帮互助嘛。静红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文姐，你就拿着吧，这样夏日拿到第3个金苹果就能直接加上时间。最后一个苹果，我自己上去就可以。你在下面等着，控制好开关，快点，时间不够了。你小心点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我们在轨道顶部发现了金苹果，用这种方法拿了前2个。第3次夏日说自己上去就好，怎么也没想到前2次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的。先擦擦眼泪。不对劲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于是冉兰来到控制室打量了几秒，点开今天免车的调控记录。这怎么会有一个执行的预案？设置时间还是今晚的23:02分？这个时间明明是我们一行人刚进入游戏的时候，而29分正好是沈夏日第3次采苹果的时候，故意设置的高速，难怪免车直接断轨飞了出去。这怎么来得及救援？兰姐，你怎么在控制室里？是发现了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先出去吧。节哀了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求你救救我的夏日，救救他！我求你救救他！生死不可逆，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力回天了。不可能，你骗人！我们明明刚从月老店里牵了红线，怎么就断了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世间最不能求的就是神的馈赠，因为馈赠的礼物所要支付的代价，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么，我们博物馆见。兰姐，你刚刚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动手的究竟是人还是邪祟？人里有鬼。人里有鬼？你是说我们的队友里有东西？难道是张？嘘，别乱猜，去剧院顺便看看另外的队友们吧。人到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提示便知。兰花惊天红尘丝。这龙神祭一共有17条祭典记录，从1985年开业到2001年荒废，刚好1年1条。你看看这最后一条记录。人化邪祟，邪祟化人，千面不分，人邪难辨。这写的意思到底是邪祟混迹了玩家，还是邪祟代替了玩家？都有可能，取决于邪祟散出分身的时间。是指的分身越久就越像人吗？没错，9头龙能够剥离分身，用分身吸取人的记忆，以最大效率获得这个人的形态、习惯特征、社会信息，然后替代。从某种方面来讲，分身已经完美的扮演了被替代的人，甚至分身都不知道自己是邪祟。那这就是一枚只受控于本体的几乎完美引力的炸弹。可以这么说，连卧底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身边的人类到底有几张脸？几张脸？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？少问，多动脑子，自己看。兰姐，我都动了这么多年脑子了，好不容易学会，怎么还要我动脑子？真是一群废物，这都弄不利索。不过也是1回生2回熟就好了。你们来了。你是？我叫风雪明，红心的2人都救不活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邪祟倒没杀人，但这是你们自己动手导致的吧？我之前还算了卦方位，
除了龙神香案，其他地点各有3件物品，一人1件，明明是没问题的。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。说说经过，我听听有什么线索。我们最开始在这里听了一场戏，是那些东西唱的。你们怎么做的？那个叫尹廷伦的男学生很聪明，让我们在戏服表演时从他们袖子里找上钱，票友都会扔上钱给戏曲表演者，说不定那就是要用的纸钱。这群衣服很有可能会攻击我们，我身体比较灵活，就由我来找，你们拦着他们就好。虽然我胆子小，但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。那你忙溜点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于是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他们手里拿到纸钱，中间有次樊明虎慢了几步，给了邪祟空子，尹廷伦差点丧命，还是我去救的。樊明虎就是那个看起来有点肾虚的黄毛，看他手表百达翡丽，应该是个富二代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拿到了2张画着黑龙的纸钱，薄薄的，跟肉皮一样，就是台上这2张，其实是3张，只不过樊明虎藏起了1张，还被尹廷伦发现了。尹廷伦和他起了争执，被樊明虎推倒在地。你一个乳臭未干的穷学生，活着有什么价值？社会这个机器不需要你们那么多螺丝钉。还有你个送外卖的2个穷酸鬼，嘿，以后都是给我们搬砖打工。不如等我出去给你们安排快好墓地，你们这种人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快好墓地吧。你以为你比谁高一等？尹廷伦毁了樊明虎的蛇环，被判定直接杀人，紧接着他的血红就爆炸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连生死权利都想分个3、6、9等？你刚刚说尹廷伦毁了樊明虎的蛇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擦一下血，就尽快往博物馆走吧。不劝劝吗？劝啥？我长得很像成功学大师吗？不给人灌鸡汤，我活不下去。先顾好自己吧。千祖师爷的3亿功德，我起码得有命还吧。他一直不出来，不会就永远留在这里吧？那怎么办？你给他背起来带着走。那要不你立刻去给人家灌锅新鲜的鸡汤。你见过油锅里的活鱼吗？什么？掉进热油里的鱼，怎么挣扎翻滚都逃不开遍体鳞伤。劝慰只在心存希望的时候才会管用，他得自己想通。那我们出发去水族博物馆吧。刚刚你法事记录都看了吧？看了，这第1条祭奠写的是：乙丑年龙抬头，水库有异，大鱼腾云驾雾而出，九头无面，鱼身蛇头。道长欲引雷驱之，后领头人令其擒拿，借龙气建立九龙游乐园。没错，这表示一切的开始是1985年里水库出现了一条9头无脸大鱼，有道长想要引雷驱逐它，后面大鱼被擒住了，于是借用它身上的一丝龙气建立了这个地方。最后的祭典应该也是和那条捕捉的大鱼有关。看来记录中祭典的本质就是进行1年1度的供奉，留住龙气，并让这里一直运作下去。里面祭典提到的物品需要3个金苹果、9个绒石、3个香纸跟6个龙心骨才行。现在看来，关键物品就差檀香了，也就是龙心骨香。拿着纸钱，咱们要去博物馆了。这水草般缠绕着的，都是密密麻麻的人脸。人到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艳红尘丝。刚刚的原来不是海草，是面前这个巨型生物的触手。警告：出于保护原则，已为各位观众切断直播画面。我靠，这人看了什么？镜头怎么突然黑了？什么东西？水里有什么不该看的？作死啊！不会这么倒霉碰见一些巡回的位置了吧？九龙游乐园的环境是乐园模拟设计的影像，水库环境其实是邪祟乐园最外面的亡灵海。这要不是游戏环境保护，怕是看这一眼人直接没了。兰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嘘，别看。我安静，不确定怪物能不能听到声音。先别睁眼，我扶你走。这人绝对有秘密，可惜现在还没找到破绽。兰姐到了，你小心台阶。他这一声声兰姐叫的还挺顺口，而且这行为让人莫名感知有些自然和熟悉。我难道认识他吗？
这是怎么了？眼睛怎么流血了？看了不该看的限制级内容，被强制下线了。限制级内容？是啊，你们细品的些，我不好详说。别误会，是诡异惊悚片，不是什么劲爆小电影。不过你们怎么都等在门外？上面是不是贴了封条之类的东西？你怎么知道？贴了什么？好像是博物馆游客守则，上面写着，在您开始游览前，请仔细阅读并遵守以下规则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规则怪谈，我倒是听说过。读读看，语速快点。好，1，本馆固有2层，空间较大，为避免迷路等意外发生，请结伴而行，尽量不要分离。2，本馆1楼收藏各类古雕艺术品，切勿翻越栏杆路障，破坏保护罩，触碰展品。3，如果您发现古雕展品中有笑脸鬼像，请立马移开视线，不要与之对视。若对视，请不要让它离开您的视线。4，本馆2楼为鱼骨展览区，上楼请走楼梯，不要四处观望。5，本馆名为水族博物馆，并非鱼骨庙，若上楼见大型鱼骨祭台，请保持安静，倒退下楼。6，请勿靠近本馆内任何水池，不要让水触碰任何展品。7，本馆后方与潜泳索道水域口相连，请从2楼规定通道进入，严禁乘坐任何规定外的游船。鱼骨庙是什么？古代捡到大鱼的遗骸，会单独建一座庙供起来，就叫鱼骨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大鱼骸骨当作神像。这样啊？不过这些规则可能全部遵守吗？你拿着它，随时都可以看。你这么草率的接下来没事吗？有事也是找我，你担心什么？你不是眼睛看不见？哦，我眼睛废过一段时间，盲人对物体的感知比平常人强，不用管我。但其实他作为一个在现代研究飞升的修行者，即使瞎了眼，也可以通过一些特殊功法对外物进行感知。时间还有10多分钟，尽快找到物品，加上时间。物品是6根龙心骨箱，应该是某种大鱼的骨头。让你们拿着守则，是因为我记住了，你们不一定。如果不小心违反了非死即伤，拿着，我不想像个傻缺一样举着它。好的，不过我看这上面写着不能触碰展品，但龙心骨也就是鱼骨，应该就是展品了。没错，要拿到就必然触碰展品，违背规则。所以请各位珍爱生命，有把握再动手，别贪多。结伴的人都拿到1根就选2楼，从规定通道进入潜泳索道水域口。不想等集合可以直接乘游船走，我没立场阻止。而且就是集合了，我也没义务保全诸位。嫣兰，我想跟你一组，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清晰认知，在这里我没有优势，我想和你组队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你没有救我的义务和责任，但我保证不会拖你后腿。方硕，那我带其他人。行，那就按男女分组，开门吧。这个海报给方先生。不用，我不需要。张女士，尽管还请把高跟鞋脱下。她眼睛看不见，就要靠知觉，要听声辨位。高跟鞋的声响会影响她的反应，麻烦了。我现在就脱。影响不到什么，不嫌弃就穿上。我需要光脚，感受地面的细微震动。兰姐，我懂你些，好好带队吧，别装了。刚才这人果断应下，估计是看我伤了眼，不然没这么快暴露。我没装过，那么快答应带队，是因为没人带我，我有分寸的。那福生无量天尊，你也是，好运。你和那位方医生是旧识吗？不认识，但他很厉害，可见。我以为是认识，你们看起来很熟，也很有默契。哦，他自来熟，其实我跟谁搭档都可以。这是硬性高，挺好的。那个地方好像有什么。人到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一试便知。兰花惊天，红尘丝。是座微笑的天使像。别动，看着天使像，撑住，别眨眼，能做到吗？坚持不住会死。我能。还记得守则3吧？记得，说是一旦发现古雕展品中有笑脸鬼像，请立马移开视线，不要与之对视。若对视，请不要让他离开视线。
如果离开视线，那笑脸鬼像8成会活过来。看来这下不能安分当瞎子了。我第一次看，有没有大佬来个邪祟科普？等等，我有记录，给你们复制。邪祟名：微笑天使，出没本：乐园怪谈、水族博物馆。属性介绍：温柔杀手，和大多数邪祟一样以恐惧为食，处于时空的夹缝中。当他们被生物观察时并不存在，他们被任何生物看到时都会变成骨雕，栩栩如生的天使骨雕。备注：骨雕状态也是他们的生理特征，而你无法杀死骨雕，当然骨雕也无法伤害我们。这时就算打碎天使也会很快复原。就是说当你转头或眨眼时，他们就可以动了。是，并且天使的移动速度会越来越快，因为你恐惧。其实一开始我认为眼瞎挺好的，现在雕像活了，眼瞎只有找死的份啊！你们快看，他怎么突然睁眼了？我要怎么办？撑着，这地方能感受到有2种阴气，看来龙心古香也在这儿。在哪？我刚算了一卦，就在这个方位。你别翻隔离带，守则2里不让在1楼的收藏古雕区翻越栏杆路障，以及破坏保护罩触碰展品。我知道，方位没错，要找的东西就在这。地板是大理石，底座也是铁的，能放东西的地方只有古雕里面。我要打碎它，你别移开视线，尽量往后退。这是古雕，你准备用什么打？用拳头。好了，小谢。现在可以看我了。他终于又停了。你不会真觉得有人会傻到在攻击前给预告吧？我逗你玩呢，拳头打石头，我身娇体弱办不到。重新定义身娇体弱，真操蛋！我以为他会翻车，合着这女人故意诱拐天使把目标转向他。毕竟张文耀撑不住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出事，那还不如把主动权抢到自己手里。不过我得想想怎么把你这石雕的身体弄开，拿出里面的道具。陛下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贵女古府吗？哦，俨然不是贤臣给都香案上了吗？方医生还劝了他了，没听。签约主播才有背包啊，那么长衣斧头拿在手里去时累赘。现在怎么办？你这面相不好啊，古香也不流畅，而且阴气太重。哦对，差点忘了，你是个邪祟。接下来你要大难临头了。眼蓝眼拿着，这东西是他用来遮挡视线的。他在复活后，只要闭合眼翳，就可以无视对面人的视线，从而进攻。眼睛借我，给你。多谢。退后闭眼，别再让他把你当目标。好，知道吗？你刚弄疼我了。不过幸亏我心善，不喜欢记仇，从来都是当场解决的。其实这东西被凝视时就是骨头，根本不怕死，但要是活了，就和平常的邪祟没有两样。是不是觉得奇怪？怎么没有恐惧能量吸食呢？邪祟大多因为怨气面相可怖，你有一副好皮囊，我怎么会想不开怕你呢？这块龙心古香就当你送我的见面礼了，多谢。不敢看了啊。怎么样？虽然你在卡我视野盲区，那么和自己对视的感觉如何呢？他是被自己的目光凝视定住了。我擦，6，简直6番了！微小天使能被任何生物的目光定住，也包括他自己啊！靠！天老爷，我以为他要眼镜是因为他现在看不清。指定打赏乐园币时，哈哈哈！我喜欢这个主播，赶紧给爷充实习生记录，冲到新手榜1！我要你签约就有论坛公告。实习生记录，那记录是新山那小霸王的366枚乐园币，他的记录怎么抄？指定打赏乐园币1，说的我兴奋了，我想看这2人 PK， 家人们懂。冉兰真要能破纪录，下个副本还真有可能和新善碰上。快，指定打赏乐园币1，转过来吧，他不能动了。你有小镜子之类的吗？没有，是需要反光的东西。对，要是没有的话就……这个可以吗？守则说不能破坏展柜，但窗户应该可以。聪明。这个就当是给你的贺礼。什么贺礼？蜕变贺礼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你死我活的新世界。人道未尽，仙道不来，是极乐还是地狱？提示便知。
兰花惊天红尘丝。恭喜您获得龙抬头祭典相关物品，已奖励倒计时20分钟，剩余生存时长23分10秒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做任务呗。任务？之前系统就说了，增时的方式有3种，分别是收集物品、探索怪谈、间接杀人。怪谈的探索信息可以直接说出来告知检测系统，也可以在 BPP 后台手动输入。冉兰现在知道人里有鬼，显然直接说出口并不是最优解，于是点击手机屏幕上的背景任务线索提交，输入信息，随后页面出现请耐心等待的字样。冉兰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你问。为什么那个天使吸收不到你的恐惧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怎么着？想学吗？这地方大多数邪祟都是以目标的恐惧为食，如果能有办法，那么接下来生存率也高很多。但我只能说是职业优势。作为一个道士，见多了邪祟就习惯了。现实真有邪祟？当然，还有修仙门派呢。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？我从前一直觉得是小说或是传说，现在看来我也必须学着习惯这些。不过看多了真的就能习惯吗？不一定，我从小看到大，现在照样会恐惧，只是程度低而已。那刚才的古雕你为什么一点恐惧都没有？没办法，我这人看脸，古雕天使在我这算不得可怕。我以前遇到的邪祟，要么是风华绝代茶里茶气想和我入洞房，要么就是长得歪瓜裂枣惊世骇俗想拿我下井，不过大多数是后者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您所填写的信息100%正确，获得奖励倒计时20分钟。背景相关任务：看九九龙记怪谈真相完成率40%。这么大的提示1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吗？不是我说，以用户体验角度来点评。你这软件5星我就只能给半星，能打负分就更好啦。而且你这游戏载体太差劲了，都已经有游戏系统了，能不能改进一下？把手机软件彻底改成悬浮面版。哈哈哈，我去，终于有人吐槽了，我早就想说了。得了吧，以前也有玩家吐槽，你看系统搭理了吗？感谢玩家宝贵而真诚的意见，游戏系统已收到。极乐地狱由邪祟乐园出品，是独家第1款游戏，为 1.0 版本，各类设施并不健全。我原计划1月后对游戏进行升级，请您谅解。那好吧。系统你怎么了？系统你正常点，那个桀骜不驯的你去哪了？能告知我一些怪谈线索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起因人患，同伴有鬼，但现在还不能。怎么了？是刚刚受伤了没发现吗？我说违反规定，怎么没有额外惩罚？原来是在这等我。玩家俨然触发邪祟污染，由于你违背了游客守则2，禁止翻越了栏杆路障，破坏保护照触碰展品，接下来你将逐渐因为污染变为九龙神的分身。这该怎么办？不是大事，就是有点恶心，但不影响行动。别急，祸兮福所倚。你这行为就和我那在升职后淡定通知我公司80%要破产的老板一样，我能不急吗？我们上2楼，1楼不找了。1楼有5根龙心古香，4西1东，准确的说是西北、西南、东南3个方向。西方3根龙心古香倒挂为坤，为西南，主土。那有数10排封闭的藏品铁架，这事看来也不用算了。现在没有死亡通知，那他们就是找到了。那你能帮我看看我未来的职场运势和财运吗？行啊，不挂了给挂金。佛教的这个可以吧？若本心都是济世救人，那佛道又有何珍奇？挂金先欠着，你做新媒体宣传，那我以后会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你最近会升职，但会有一小节，这个月不要去参加任何宴会。我知道了。上楼吧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有3根在西南，那另一根呢？还有1根断挂为对，为西北。主水这种商业性建筑，要是有室内水池，也会设在西北方，聚财。你是说那1根龙心古香都在水池里？那不好办啊。确实不好办，因为不只是水池，里面还藏着别的东西。方树这是看了眼手机，还好没有死亡通告，看来他没事。方医生，你要不要先止血？时间不够了，还有个龙心骨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我现在需要一个诱饵进去，80%的概率会重伤，20%的概率会遭遇不测。谁跟我一起？